Hello，今天想跟你们聊一聊一座马来西亚的城市。它不是那种传统热门的旅游城市，甚至很多人来马来西亚好多次，可能都不会想到它。说实话，我去之前对它真的没什么期待，我以为它就是地图上的一个名字，一个火车会停靠的站，一个州首府，但大概率就是普通的城市了。结果我们去只待了4个小时，离开的时候，我心里一直在想一句话。这个地方我以后一定会推荐给别人，它就是亚罗士打，吉打州的首府。有些城市你待3天也没留下什么感觉，但有些城市你只停留几个小时，它反而会留在心里。我觉得这个城市亚罗士打就应该被宣传出去，就应该火。亚罗士打对于我来说就是这样的地方。这4个小时是临时决定来的。我们本来在双溪大年也没什么特别的安排，就突然觉得亚罗士打的话也不远，要不去看一看。那说走就走，我们就去坐 KTM 的火车。本来呢是想搭4点09分的那一班，结果一看3点39分还有一班，我们俩紧赶慢赶的扫码进站，一路小跑冲上车。我其实很喜欢这种旅行方式，不是把行程排得满满的，不是照攻略一个点一个点的去打卡，而是顺着感觉走。很多时候旅行里最难忘的地方反而都不是计划好的。火车慢慢开着，窗外还是很熟悉的马来西亚景色，绿色、热带、平静。但我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这么短的一个车程会让我对一个城市改观。一下车就觉得这个城市很舒服。大概4点多钟的时候，我们到亚罗士打，感觉从一个城市又到了另外一个城市，那种新鲜感是完全不一样的。本来想法是非常简单，下车随便走一走，拍拍照，证明我们来过，然后回去。结果最后差点没赶上车，因为真的太好逛了，根本舍不得走。我觉得到了亚罗士打好开心啊，就是那种进城了哈，不是进城，就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那种很新奇，很有意思，看到什么东西都好有意思。而且我一下车就有一种感觉，不是那种哇好美，不是这种感觉，而是舒服，你们懂吗？亚罗士打的初印象那是相当的好，但是希望不要只是这一眼。有些地方一来到，人会自然的放松下来，空气感觉非常松，街道也很松，心情也很松。那亚罗士打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样子的，整排的骑楼非常的整齐，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军队一样。火车站出来，空间是非常大，很开阔。那前面的一整排的遮阳棚，设施也明显比较完整。毕竟是州首府，感觉得到了整体的规划还是比较成熟。再往外走，街道很整洁，不是那种为了游客临时来整理出来的干净，是本地人平时就在维护的那种干净。这个差别其实真的看得出来，它不是属于经验型的，是越看越顺眼型。有些城市第一眼非常的漂亮，但看久了就那样；有些城市第一眼很普通，可你越走越觉得，这个地方不错。走在这里还有一种旅游的感觉。真的，亚罗士打就是后者。我们一路往市区走，两边是一整排的骑楼，很整齐，很规矩，很顺眼，不是那种东拼西凑、乱七八糟的感觉。响着音乐，现代的一些酒吧，又有老店，又有老的建筑，然后又夕阳西下的这种没有被开发的这种美景，看起来就很漂亮啊。我特别喜欢唐人街那排深蓝色的骑楼，那个蓝色不是很亮的蓝，是那种旧旧的有点复古的深蓝色，再配上一些雕花细节，真的很好看。那种感觉怎么说呢？不是网红感，是有味道，古典与现代靠得很近。最妙的是那条街的尽头就是亚罗士打塔，前面呢是老骑楼，远处是现代感很强的高塔。这种画面我是非常喜欢的，老的在前面，新的在后面，历史与现代在一个镜头里面。很多城市要特地跑很远才能看到这种反差感，在这里2分钟就有了。这个城市有它的过去，但没有停在过去，它还在继续向前走。所以这种城市
通常会比较耐看。那这个唐人街呢，也是很真实。走着走着就看着唐人街的牌坊，亚罗斯达这条唐人街呢是官方命名的唐人街，这个点我还蛮喜欢的，代表这个城市承认这段华人的历史。而且这里不是那种游客很多卖纪念品的唐人街，它非常真实，有人开店，有人聊天，有车水马龙的街道，有照常过生活的人。我一直觉得真正有人生活的老街比纯观光老街更有感觉，因为它不是演给你看的，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吉打河边真的很舒服，顺着唐人街再往前走就是吉打河。河边呢有老码头，有老建筑，还有一些新开的店，新旧混合在一起，但不会怪。我们走在那边的时候，刚好太阳快要下山了，夕阳照在河面上，风吹过来，那一刻我突然很安静。旅行有的时候不是一直说哇好漂亮，有时候你突然什么都不想讲，只想站在那里待一下。我觉得我们这一次来到亚罗斯达，这个还是颠覆了我之前的居林和我们双溪大连对吉打州的一个初始的印象。这些骑楼多漂亮的嘛！对呀，很好看。杨大哥那个时候就说，终于有点旅游的感觉了。我听完就笑了，因为真的很贴切，不是景点感，是生活和风景刚好撞在一起的感觉。一些小事最能看出一座城市的温度。旅行久了以后，我越来越觉得，真正让你记住一座城市的，很多时候不是一个景点，也不是建筑有多漂亮，而是一些很小的事。我们在街上遇到一位华人大哥，他很自然的就跟我们聊起来。你们从哪里来？我们从中国过来，重庆。重庆为什么来到这里？旅游玩了。你们怎么会到这里来旅游呢？那种感觉真的是有点好笑，也非常真实，因为代表这里真的不是游客很多的地方。这里华人比较少，双溪大连华人会比较多一点，比较落后一点了，比起双溪大连。没有啊？为什么呀？我们觉得这里比双溪大连对啊的呀。我们来了之后，我会觉得，你看建筑比双溪大连感觉要形成规模一点，要大一些，比较挤了嘛。不，高楼也有2栋的嘛。比较低调哈，可能没有做那么多宣传，感觉对这个吉打州这个州府都不是太了解、太熟悉。对，因为毕竟这个州一路来在北部很北了，在人家印象中这里是马来人比较落后一点的州族哦。而这里主力是以农业为主，苞米还有捕鱼。后来我们就站在路边聊了好一会儿，聊马来西亚，聊重庆，聊旅游。那种聊天不是刻意的招呼游客，就是很自然的街坊式的聊天，会让你觉得这个地方很有人情味。你们中国人和马来西亚人都一样啊。对啊，对啊。只是你讲话的口音，你没有讲，我都以为你是马来西亚的人。没有，所以你们去中国旅游很方便，对，语言也通，文字也看得到。我们家乡是来自福建。啊，福建哪里？啊，南安。唐人街码头边的华人小卖部，店里的华人小姐姐直接请我们吃零食，拿不下了。你晚饭不用吃了啊！来者不拒了，我就抱给我吃的好甜哦。哪个杏仁饼？对，这个是什么？这个蜂窝饼。它不是杏仁饼的甜，这个是姐姐送给我的甜。对的，人美心善的甜，这是人情味的甜。买可乐本来是1块5，他还少收了一点。来，姐姐再拿一瓶，再拿了一瓶。哦，好，谢谢你。是不是卖1块哦？这个上面都标的1块3哦。1块就好了。主要是可能看你长得帅。一个长得美，一个长得帅。这种事情其实很小，但你在外面跑久了就知道，很多时候一个地方给你的好感就是这样慢慢累积起来的。不是多热烈的欢迎你，而是那种很生活化的、很顺手的善意。亚罗斯达给我的温度就是这种感觉。亚罗斯达确实相当的 OK。什么叫 Have a nice day？在这里的话，我觉得可以 Have a nice today。不夸张，不刻意，但很舒服。一条街过去，像换了个地方。
那穿过唐人街街区呢，再过一条路就是吉打州的清真寺。查希尔清真寺是始建于1912年，也是马来西亚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了。我真的是又被惊艳到，白色的建筑，黑色的穹顶，很大的广场，风一吹过来，人会自动的安静下来。我那个时候心里第一句话就是亚罗士达这个地方为什么不火呢？为什么吉打州没有把它宣传出去呢？这个地方不像我印象中的马来西亚，它有一种更深的异域感，甚至让我想到了文莱或者中东。最特别的是，刚刚你还在唐人街，过了个马路你就来到了清真寺，中华元素、殖民建筑、马来宗教建筑、皇家风格建筑全部在这个附近。所以亚罗士达我的感觉就是层次很多，但一点都不乱。为什么它这么值得来？因为它不累，很多地方景点很好，但玩起来很累，很散，太赶，太商业。亚罗士达不是，我喜欢的老街有，我喜欢的清真寺有，殖民建筑有，现代感的城市也有，重点是都在一起，走路就能慢慢的串起来，这对于旅行的人来说真的是很舒服。而且它不是那种被遗忘的老城，它是还在认真生活的城市，老但不破，旧但不脏，低调但是有内容。为什么我会喜欢它呢？可能就是因为它超出预期。热门景点好玩是正常，但一个你本来就没有期待的地方，突然你就喜欢上了，那种感觉很特别。华乐不思蜀真的好棒啊，在这里真的很棒很棒。这个叫开盲盒，开出来的那种惊喜，可能这个是隐藏款。这个城市亚罗士达就应该被宣传出去，就应该火。亚罗士达给我的就这样的感觉。本来只是顺路来的4个小时，结果离开的时候，我跟杨大哥说，时间真的留得太少了。他说没事，我们下次专门来。时间留少了，没事。是的，没错，我们欠亚罗士达一顿饭。如果你第一次来马来西亚，去吉隆坡、去槟城、去马六甲，当然都很好。但如果你已经来过那么几次了，想看看一个没有那么多人讲却舒服、真实、多元、有层次的地方，我会认真的推荐你来亚罗士达。它不是那种第一眼就惊艳的城市，它是那种你离开以后才开始想念的城市。我们只待了4个小时，但它已经留在了我的心里。我是 Sherry， 和我们一起游马来西亚吧，记得一定要订阅关注一下哟。